东哥大气，年底了，京东的员工赢麻了，因为京东宣布年终奖涨70%。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么说吧，如果你在京东绩效拿个不错的 B 加，今年可能就能拿到8倍月薪的年终奖，全年总收入相当于20个月工资。要是你是顶级绩效 A 加，恭喜你，年终奖直接是12倍月薪，全年躺赚24薪。最猛的采销部门平均下来一人25薪，而且公司说了上不封顶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在不少行业还在为13薪或14薪奋斗的时候，京东已经把年终奖的门槛拉高到了以倍为单位的层面，这已经不叫发奖金了，简直甩下同行一条街。消息一出，估计全网打工人的眼泪都从嘴角流了出来。不想努力了，东哥还缺兄弟吗？但京东为啥突然这么毫无人性？这泼天的富贵真的只是因为去年赚大发了吗？要理解这事儿，你不能光盯着财务部的账本，得去看看实验室和技术部门在干嘛。就在发年终奖前不久，京东刚开了一场科技大会，老板徐冉亮出了家底。过去这些年，京东在技术研发上已经累计砸了超过1500亿元，而且这钱不是白砸的。他们搞出了自己的 AI 大模型 Joy，还弄出了能帮你智能购物比价的精细 APP， 甚至数字人直播的成本已经降到真人直播的1/10。看懂了吗？京东正在拼命的从一家卖货的公司变成一家卖货的科技公司，这区别可就大了。前者拼的是谁家促销狠，快递快，后者拼的是谁更聪明，更能用技术猜中你想要什么，甚至在你还没想清楚时就给你安排上。那这跟年终奖有啥关系？关系大了。你想啊，搞这些黑科技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人才啊！顶级的算法工程师、数据科学家、AI 产品经理，现在在市场上可是被各大厂当宝贝一样抢。京东把年终奖池子搞得这么大，这么诱人，明摆着就是告诉全行业的顶尖高手，在京东只要干得好，你的天花板无限高。这对人才的吸引力那可是致命的。所以这70%的涨幅，一部分是奖励员工去年的功劳，更大一部分是预付给未来的京东的军饷，是为了打赢接下来更高级别的科技战。好了，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，懂了，就是疯狂砸钱留人嘛，有钱任性呗。且慢，如果只是这样，那格局就小了。京东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他敢这么花，必然是因为算清了一本更大的账。但京东这么砸钱搞技术，至于吗？老老实实卖货不行吗？还真不行，因为咱们买东西的方式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现在逛街越来越没惊喜了。打开购物 APP， 推荐的商品总是那么合你心意，想买啥还没等你仔细搜，它好像就提前知道了。这就是 AI 在背后起作用。有调查显示，将近1半的年轻人已经愿意接受 AI 助手给他们推荐产品了。更厉害的是，咱们越来越没耐心了。以前网购等个3天能到就觉得是快递，现在呢，很多城市晚上想吃个宵夜，感冒了急需个药，都指望半小时内送上门。数据显示，愿意为这种急速送达付更多钱的人越来越多了。面对这样的你和我，电商平台怎么办？只能卷超能力。这个超能力就是用技术把庞大的商品、仓库、快递小哥像指挥交响乐一样精准协调起来的能力。京东连续多年巨资投入物流和供应链，现在又 all in AI， 就是在锻造这种超能力。年终奖大涨就是为了激励整个公司更快更好地掌握这种能力，去接住消费者又快又准的新要求。如果你觉得京东的雄心只是让咱们买东西更爽，那就又小看它了。它盯着的是一个接近10亿人的价值近10万亿的大市场，中国的数字消费市场。现在全国有 9.58 亿人都在进行数字消费，线上花的钱已经占到咱们所有消费支出的近1半，而且这场盛宴不再是城里年轻人的专利，农村老乡、时髦的银发族都深度参与进来了。大家不光买食物，还为兴趣、为情绪、为体验付费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又多样的市场。要服务好它，靠人海战术，靠简单铺货根本玩不转，必须靠技术去理解不同角落、不同人群千奇百怪的需求。京东想做的就是成为这个新世界的基础设施和智慧大脑。这次京东的年终奖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每人多塞个红包，它背后是一套已经运行了1年多的20星升级计划。简单说，就是从去年开始，京东就立下 flag， 要用2年时间让零售等核心部门的员工实现全年拿20个月工资的目标。所以回头再看那70%的年终奖增幅，格局就打开了。
他是在告诉所有员工，别只盯着手头那1亩3分地，谁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最深、最智能，谁才能拿到未来最大的红利。京东的年终奖炸弹看似是一个公司行为，但它溅起的涟漪可能会波及整个湖面。如果你只看到京东是个卖电器、搞物流的，那就 out 了。看看今年搅动风云的京东外卖吧。从今年初入局到2季度日订单量突破2500万单，覆盖全国350个城市，这扩张速度堪称闪电战。更猛的是，京东外卖一上来就宣布给所有全职骑手100%缴纳5险1金，直接抬高了整个行业的福利基准线。而如今京东把年终奖标准拉到20星加的维度，其他大厂要怎么办？跟可能肉疼，不跟核心人才可能就被吸走了。这或许会倒逼更多企业重新审视自己的激励体系，简直卷死同行。而未来的企业竞争，尤其是平台型企业的竞争，早已不是单个产品或技术的比拼，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度和韧性的比拼。这个生态系统里，人是最关键的活性节点，京东在做的就是不惜代价确保自己生态内关键节点的活力和忠诚。这套基于人的系统性优势一旦建成，护城河会非常深。最后他给我们普通人一个启示，在不确定的时代，什么还是确定的？京东用一场豪华的年终奖给出了他的答案，对核心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才是最好的砝码。无论技术如何变化，商业模式如何迭代，最终把事情做成做好的永远是那群最优秀最投入的人。把钱分好，把人心聚拢，或许就是应对一切复杂局面最简单也最有效的阳谋。所以看懂了没？京东这70%的年终奖暴涨根本不是什么土豪撒钱，他烧起的这把火不仅想温暖自家90万员工，更想照亮一条在当下环境中如何通过向内求，通过夯实人的基础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。这条路走得通吗？市场和时间会给出答案。未来的商业战争，弹药是技术，士兵是人才，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场。